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好不容易啊，今天终于要为大家继续介绍 Open Cloud 的第二弹进阶设定，跟我个人认为啊，你应该要学会的技巧。那为什么拖这么久才拍呢？老实说啊，并不是我偷懒，而是啊，我为了搞这个教学，已经弄到接近心力交瘁啊。主要原因有几个啊，就是第一个 ，Open Cloud 它的更新速度其实非常快。你现在认为是尝试的一个事情，下几个版本它可能早就推翻了或用了有问题。那第二个啊 ，Open Cloud 自身 bug 非常的多，像2026 3月2号那个版本啊，安装完之后啊，会发生一个什么权限都没有的 bug 啊。那第三个啊 ，Open Cloud 的玩法跟 skills 太多，我一直在思考说啊，要分享什么重点，然后才不会让大家没办法吸收。而且啊，老实说，大部分功能一般人啊，其实根本都用不到。那第四点啊，龙虾其实啊，它很会把自己改挂。一般人啊，光整天把它从挂掉的状况就救回来，就是件有点门槛的事情。那所以啊，经过超过1周以上的思考之后，这一片啊，我就想了几个重点。首先啊，先为大家分享一个如何使用 Ollama 来一键安装，而且使用免费的 API 额度，先简单的玩龙虾。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安装完龙虾之后，它一开始会让你设定它的人格，这边啊有一些东西建议大家一定要先设定，不然啊使用上一定会有问题。还有，我会为大家分析啊，我个人用到现在所买过的付费 API Key 跟 Coding Plan 的一些感想，还会为大家继续讲说，你安装完龙虾之后，第一个应该要装的 skill 是哪一个啊？哪些 skill 是必装，哪些又没有必要装？再教大家如何救援你的龙虾。我跟连友啊，脑力激荡出一个有点像外挂式的第三方的自动修复的那个方法，可以啊帮你解决所有龙虾的疑难杂症。这招应该是独创，而且非常有用。那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那如果大家已经有按照阿达第一部影片已经装好龙虾，然后准备要看进阶的话，那大家可以跳到这个时间点哦。那接下来Ollama那个部分你可以不用看。如果你还没有安装过龙虾的话，那大家可以看我们这篇教学文。接下来我做的动作也是这篇教学文的内容。如果你要装龙虾的话，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要一个隔离的环境，譬如说像虚拟机一台比较少用的电脑或 Mac 电脑，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尽量啊不要在你的主力电脑上面使用，不是因为啊龙虾不好，而是啊它的能力可能会太强，而且它的权限非常大。你如果这样子傻傻的完全没有做隔离来套用的话，老实说我觉得有点可怕。但是如果啊你的环境真的不允许的话，你想要直接在你的主力电脑上去安装龙虾，那阿达会建议大家直接去看零度解说他的这一部影片，他讲的非常好，而且他也用 WSL 来安装 Ollama。我觉得啊，大家只要看那一部，跟我现在接下来要做的教学差不多。那你那边看完装完之后你再看我后半段的内容，再接着做就好了。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呢，我是使用这台 N 年前周哥的一个很烂的掌机，它只有8GB RAM，我等一下龙虾用这来装。所以啊，你龙虾真的不一定要用多好的电脑，最主要是我觉得你要隔离啊，隔离反而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要推大家使用 Ollama 装呢？其实你用之前我们那个安装方式也没有什么问题。我用 Ollama 装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它相对简单，你只要装好 Ollama 跟那个 Node， 接下来的安装都是 Ollama 自己帮你搞定。那第二个啊 ，Ollama 也有提供一些免费的 API 的额度，可以让你啊直接呼叫像 Minimax、Kimi、GLM5 这类的大模型。如果你做简单的工作，譬如说偶尔提醒你做事的话，甚至你会有机会不花钱用免费的 API 额度，可能就能够你日常使用。那 Ollama 它自己付费的话，一个月啊大概是600块，正常来说也够用，但用量大，你还是要去买个 Coding Plan。第三个啊，如果你的硬体够好的话，你甚至还可以透过 Ollama 来下载本地端的大模型，用本地端不花钱的方式来直接玩龙虾。那像我刚刚推荐大家看零度解说那一片，它就是用千问的模型来跑。它的缺点就是说啊，你如果要使用 Ollama 以外的云端模型，在设定上就很容易出问题，甚至你叫龙虾帮你加模型之后就会挂掉。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打算从头到尾都只用 Coding Plan 来使用的话，那大家可以看我上一片的一个教学，你不一定要搞这个 Ollama。既然都已经讲到 Ollama 了，那我顺便也回答很多网友的问题。很多网友问说啊，他的电脑是什么等级？他的显卡什么等级？可不可以用本地端来跑模型？那我在这边啊也分享我个人的想法。
第一个啊，本地端模型不是不能跑，而是啊这些量化过的小模型啊，他们智商普遍都不行，干不了什么正事啊，它最多就是做排程啊，跟你谈心啊，而且速度还很慢。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它做不了什么正事。但是呢，如果你有桌机版的4090或5090以上的电脑的话，老实说啊，它就会有用一点。那你就可以试试看，像千问的27B 评价都还不错。不过啊，跑本地端模型啊，除了又慢又笨以外，你那个电脑它可能会风扇都一直狂转，然后耗电量会奇大。如果说你要用那台电脑工作的时候，它还会很钝，在使用体验上，老实说啊，就跟云端模型差了一大截。不过如果你家非常有钱，你去买2到4台250GB RAM 的 N3 Ultra， 然后再串 1XO 来跑的话，那你就可以完全的在本地端顺跑像 Kimi M2.5、Minimax K2.5。我刚刚讲那些话，你就当做我在唱歌，因为你的本钱真的够出，你就可以在本地端非常顺跑，智商还是在线的。你像便宜的 Coding Plan， 像 Minimax 的1个月才300块而已，天知道啊，这个龙虾会流行多久？你会想玩多久？多久之后会放弃？你完全没有必要浪费生命在跑本地端或研究本地端，或者说为了本地端让你电脑寿命变短变慢。你可以自己想想，一块高阶显卡的钱，你可以买 N 年的一个 Coding Plan 呢。所以啊，认真来说，真的是没有必要。那接下来啊，阿达为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自己用过的一些 Coding Plan。那讲到这个 API Key 跟 Coding Plan 啊，其实到处都是坑啊。龙虾最早它是可以用 Google 的 Anti-Gravity 的 OS 来免费玩的。我拍的时候 Google 也没禁止，但是我在剪片的时候 Google 突然之间给你封禁，而且最狠的是啊，直接把你 Anti-Gravity 的那个账号封掉。我也有看过说连 Gmail 也一起封了。那最近啊，可能觉得自己也做得太 over， 已经开始恢复解禁了。但是你不能再用 Anti-Gravity 来玩这个，以免你到时候再被封。而且那个时候我还买了 CloudMax 用 OS 也是来跑龙虾，那个时候官方也没禁，结果用不到2个礼拜 ，Cloud 他也给我禁了。我那个账号被锁流量，我一怒啊就没有续订。幸好我那个时候买月费，真的蛮聪明的。也因为这样子啊，我就想说算了，这些大厂都那么小气，我还是自己来买一些中国的 Coding Plan 比较大方一点。因为啊，自从开始玩龙虾，我就开始疯狂的去测试各家的大模型的那个 Coding Plan。我已经对每一家的一个能力跟费用有一点心得，我也分享我个人的使用体验。大家听我的体验之后，可能可以少踩些坑啊。这些啊都是我自己花钱买，而且目前都还在用。不过啊，有个缺点，因为这些便宜的那个 Coding Plan 全部都是中国的。OpenAI、Google 跟 Cloud 跟 Grok 它都没有这么好看的评价方案哦，不然就是你用了它就会锁你账号。那首先啊，我个人觉得最超值的是 Minimax 的陆版，它最便宜的一个 Starter 版本啊，1个月台币啊134块，你1年下来不到1450，就算是 Plus 版1个月啊也是230块。你如果用量不大的话，你甚至1个月用134块也够用了啊。如果你想要申请的话，点说明2年前好像还有优惠。不过啊 ，Minimax 的入门比较鸡歪一点，就是说啊，它必须要有中国的门号，你才能申请。第二超值的依然还是 Minimax， 不过是 Minimax 的国际版，它的国际版的 Starter 那一阶1个月是$10。虽然说啊，它比陆版贵，但是呢，国际版的 Starter 是等于陆版的 Plus。哦，他们2个等级是一样的，但是国际版它能用的额度啊，就每个小时5度，就等于陆版的 Plus。所以我刚刚讲，他们2个是差不多的。刚刚不是说陆版比较便宜，但是它贵多少？让你猜，它1个月贵50块台币而已。而且啊，如果你是买1年的话，它还赠送2个月，等于啊再打8折，加起来你1年呢大概是$100。不管你要用陆版或国际版，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他们的设定网址是不一样的。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觉得啊，陆版毛比较多啊，延迟会高一点点。那为什么推 Minimax 呢？它除了便宜以外，那我个人的使用心得是觉得它的指令的遵从度不错。那一样的事情你交给 Minimax， 它比较不会爆冲。连那个龙虾的创办人啊，他都不止一次啊，在镜头前说啊，他最爱的是 Minimax N2.1， 不过他目前最新的是 N2.5。比较妙的是啊，就算是2.5出了，他还是说他最喜欢 N2.1， 那大家自己去选择。我现在是用 N2.5， 不过 Minimax 也不是完美的，它的缺点不是多模态，所以啊，你如果要丢图片给龙虾的话 ，Minimax 可能会无法辨识，它必须要另外再挂其他模型来辨识，这是它的缺点。那接下来讲到第3超值是 Kimi K2.5， 它就是个多模态模型。那原则上啊，
图片啊、声音啊、文字啊、影片啊，它全部都能解析。不过呢，比较贵一点。它最便宜的方案1个月要19块美金，而且连我来用都会哭档，所以我自己现在是买1个月39块美金的。但是老实讲，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你真的要用 Kimi 的话，你买19块就好了。它的性价比啊，相对 MiniMax 没有那么高，但是啊，做多模态模型来讲，它是很不错用的。那接下来是 GLN5，1个月的话是10块钱美金，它也是个多模态模型，它表现啊是中规中矩。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能力啊输 Kimi 一点，但是啊就是便宜。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冲 GLN5。最烂、最不推的就是阿里的千问 QWEN 3.5 Plus， 它虽然1个月也是只要10美金而已，而且它可以让你选 GLN、Kimi 跟 MiniMax 的模型，也是个多模态。不过用起来它明显智商就比较低，比 Kimi 笨很多，甚至也比 MiniMax 笨很多。用在龙虾上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千问 3.5 Plus 很会说谎。那其实所有的大模型都会说谎，但是千问是最会扯谎的。那我龙虾经常被改死，就是因为挂了千问 3.5 Plus， 而且啊，你怎么骂他，他道完歉之后依然顾我。然后我自己用他的 Coding Plan， 不到2个礼拜啊，千问那边竟然跳出一个账单说要我750块美金，我用那么多钱都没有问题，就是他问题最多。所以我建议大家没事不要去用千问的模型，他们客服还不回信。不过啊，如果你是用本地端的话，千问 3.5 27B 听说还不错用，但是我对千问的印象已经不好了，再加上我自己不玩本地端模型了，所以啊，我就不试了。最近中国那边出了豆包 2.0 的 Coding Plan， 不过啊，他们只给有中国身份证的人实名认证，你有台胞证他也不给用。国际版没有最新的模型，那想说算了，不给用，老子我也不用了哦，不稀罕。另外再同场加印一下。虽然说啊 ，Google 跟 Cloud 使用 OS 来玩龙虾会被锁，但是呢，龙虾创办人最近不是跳槽到 OpenAI 吗？虽然 OpenAI 没有官宣可以直接用 OS 用，但是目前我自己测试，你用 CLI 的 OS 的认证是可以给龙虾跑的。你可以买 ChatGPT 的 Plus 版，1个月20美金，就可以用 OS 的方式给小龙虾，虽然额度比较低一点，但是是能正常使用的。如果大家要测的话，我建议你用小账去测试，挂了不要来找我。接下来阿达来为大家讲一下怎么在机器里面安装 Ollama， 装完 Ollama 之后再装 OpenCloud。首先呢，我们先打开电脑阿达的网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点击这个 Ollama 的连结，我们就给它开启新分页。这个时候它这边就会跳出一个 download 的指令，你只要复制这个指令，然后呢打开终端机。记得是 Shift 加 Ctrl 再加上 V，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安装 Ollama。那这边会输入密码，你就一样输入密码，好让它跑。装完了啊，这个步骤原则上你在 Mac 也是一样，就复制一样指令来贴上就好了，没有什么差异。那接着我们就装这个 Node， 那一样你可以点开这个，它也会有指令。你就一样给它复制贴上，装一装就好了。那记得它版本是 V22 以上就能使用，这边我就不多讲。那接下来做重点了，大家如果记得上一篇的话，会觉得还要打一大堆有的没的指令，有点复杂。现在都不用，你用 Ollama 的话，你只要把这段指令复制下来，一样去终端机这边 Ctrl Shift 加 V 贴上，按 Enter， 它开始装了。你如果用 Ollama 装，它有个优点，它连模型都帮你配好，就是你现在可以用它免费的 MiniMax 2.5。GLN 5.0， 还有 Kimi K 2.5， 我比较喜欢的是 MiniMax N 2.5， 他们创办人也是比较喜欢 MiniMax， 不过他是喜欢 N 2.1， 我自己用是觉得 N 2.5 蛮好用，那所以我们现在就选这个 N 2.5。他写 Cloud， 接下来他会写一个他在安装，这个时候按下去之后，他会跳一个就绪的一个画面，只要把它点开，它就会到 Ollama 连线的一个画面，那我们就给它点连线。如果说你没有使用过 Ollama 的话，它会跳出一个叫你登录的画面，你就直接登录你的 Google 账号就好，其实没有什么难度。我们现在连线成功之后，再回到中央机，大家可以看到接下来的画面就跟我们一般设定龙虾是一模一样的。那这边就有问你，我知道这有风险，要不要继续试？模型你也不用再选，它已经帮你直接挂上 MiniMax N 2.5， 那接着都是他自己装，你也不用去管它。已经跑完了哈。他就会问你，你要选择什么方式来显示。现在这个视窗里面已经可以跟他对话，但是你如果说你看不懂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打 OpenCloud 的 Dashbar， 或者是你直接在这个界面跟他对话也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对话。但是你如果说你看不习惯的话，那你也可以在这边上面这里有一段 local host， 然后 token 是 Olama， 你可以点击这一个，或直接把它复制起来，然后去浏览器那边贴上就好了。这个就是一般的对话视窗。那接下来你就可以为它设定人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 OpenCloud 设定好之后，一定要立刻下载一些指令。这些指令啊，理论上可以让你的龙虾不会整天挂掉。有人可能会不懂啊，为什么网络上经常会说啊，龙虾很爱把自己搞死。原则上啊，你只要装好龙虾之后，你可能会想说，哦，我想让它做网络上做那些功能啊，所以你就会挂一堆 skill， 变成是外挂。但是呢，你装这些东西啊，有的时候它就会去修改它根目录底下一个叫做 opencloud.json 的档案，就是它最基本的设定档。但是呢，龙虾啊这个程式自己很爱乱幻想官方没有的一个指令，它也不按照官方的规定，它就自己幻想说，我今天加这个功能，然后我应该要在我的设定档里面加什么东西，然后加完之后，你只要重启 gateway， 它就死给你看，系统就停摆。大家看画面这个 health， 它立刻就给你亮红灯，那个时候就代表它死透了。很多初学者会因为龙虾突然之间不能用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到时候只能总的重灌。那这边啊，阿达先分享一个提示词，你装完小龙虾之后，设定好它的人格的时候，你就要顺便一起设定，或要求他一定要把这段命令，或者啊立刻要求他把它加入 agent.md， 就是他的代理人人格的设定档里面。我会把提示词放在留言处。那叙述啊就是这样子，主要就是这一段，你就把这个加入他的 agent 里面。直接把这些规定直接写入他代理人的灵魂里面，以免啊他整天给你出包啊。接下来啊，阿达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一定要装的 skill 跟外挂。以下的一些 skill 跟外挂是我自己依照我觉得最重要的排序来进行安排的。那至于安装的来源，大家可以去 Cloud Hub 或去 GitHub 上有很多 skill 都可以安装，但是千万要记得。不要看到人家说什么 skill 不错，你就要想要装。其实老实说啊，你装太多也不好，会让龙虾错乱。有的技能它可能相抵触，甚至说你技能太多，它可能也会不知道要读哪一个。那另外就是现在很多那个 skills， 它里面被塞了恶意提示码，新闻上都有讲，有很多安全漏洞，所以大家自己要小心。第一个啊叫 skill vector， 它是有点像扫毒软体的一个存在。我建议第一个要先装的一个 skills。它就是在你安装任何外来的 skills 之前，先让龙虾自己去检查是否有红旗提示。它如果被标示红旗的话，就代表说它可能非常有问题，就是别人已经有检举了，会不会已经被扫出来有问题了，或者说它有没有注入提示、恶意内容等等的行为。所以这个 skills 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第一个安装。另外就是你如果看到一个 skill 不错，你不要直接去下载，而是叫龙虾去读内容。然后叫他写给你看，让他自己去看说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叫他用那个 skill 的内容排除有问题的部分，自己重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些 skills 也是另外一段提示词而已。另外一个 skill 叫做自我进化的 skill， 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它真正厉害的是说，它会把错误经验跟成功经验跟你的使用偏好逐步记录下来。下次啊 ，engine 啊，它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它不会从你开始。这部分我就觉得它会越用越聪明，这一点是很重要。第三个是 Tailored Search， 那这个 skill 的核心价值啊，就是让 engine 不只会回答，而且是真正会找资料，不像传统的搜寻引擎，只要丢给它，它只会丢给你一串连结。这个啊是比较会回传 AI 能够直接处理的结果，所以它可以让你的 OpenCloud 在研究、查证跟找脉络的时候，不再凭印象乱找，而是先去查，再回来整理。那第四个是总结，它可以整理网页、PDF、图片、音讯跟影片等各种不同的格式的东西。然后把很长内容压缩成短版，你可以搭配上一个的一个 skills 一起使用，然后再加给总结去浓缩，这样子你整个效率会快很多。第五个叫 Find Skills， 它是可以帮你找 skills 的 skills。如果你不知道什么能力或不知道装什么工具的时候，你可以跟小龙虾讲，那就要去找对应的 skills。第六个是 skill 的 creator， 它会依照你的需求自己去编写合理的 skills 的内容，就跟刚刚我讲的，你可以叫小龙虾读内容之后自己写他自己的版本，也许会更好。第七个叫 Using Superpowers， 它的核心的概念就是让龙虾不管做什么事情，先去查 skill， 先看工具，然后再开始工作，而不是跳过现成能力直接乱干。很多人会觉得你的龙虾装了一堆工具，结果做事情还是跟傻瓜一样，不会调用 skills。
通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建议大家装这个，把龙虾变成一个会做事而且会照规矩做事的一个虾。那第8个Engine Browser， 它可以让你的龙虾自己开浏览器，不需要再装我们之前第1部影片讲的那个外挂。同时你也不需要再授权，它就可以自己去搜寻开浏览器。另外还有一个叫 Playwright， 它也可以让浏览器自动化。建议这2个都可以装。第9个是 GOG， 如果你自己有在用 Google 比如说 Gmail、Google 日历Google Drive 你只要装这一个外挂，然后再输入你的 API key， 龙虾就能帮你查信件、看行事历跟处理文件。它就变成说它不是聊天工具了，而是可以帮你协助工作的一个助手。不过这个工具它会涉及到你的账号的授权跟权限的设定。老实说，我不建议大家把你的主账号开给龙虾来用，而是你可以开一个小账，叫他有事情写信给你，或者你有事写信交代给他，而不是把你的主账直接用 GOG 全部给他用，非常可怕。那以上都装完之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再设定 Telegram。那上一片我之前有讲过其实龙虾几乎支援市面上所有的传讯软体，不过Telegram 它是最简单最好用的。自从龙虾红起来之后我身边用 Telegram 的人应该是史上最高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多用 Telegram， 追踪电脑王阿达的频道，现在有7000多个人，新文章就会马上告诉你。初学者你不会用的话，你就直接问他，接下来我要安装 Telegram 机器人要怎么做，直接写给他，然后按 Enter， 他就会告诉你。我只设定了 ORAMA， 我没有设定任何的 API key， 也没有用付费账号的任何码，他就能回答我问题。第一个，你就要打开 Telegram， 然后搜寻 bot 发的，然后用 new bot 来建立新机器人。大家只要看着照做，一定成功，非常的简单。以上的东西你都装完之后，接下来第一件事情，立刻命令它备份。你只要下指令给它，请建立一个包含你当前目前所有设定记忆 skills 所有内容的一键备份还原档，然后要求他把这个档案用 Telegram 丢给你，或用 mail 寄给你，他就会把这个档案直接备份给你。如果你系统挂了还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个档案丢回去给他或传给他，你就跟他说请帮我还原，他就会帮你还原，相当的重要。我个人建议大家把备份这件事情跟龙虾说是每日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可能你可以设定，比如早上6点钟做一次，然后晚上12点的时候做一次，类似像这样子，就是让它定期备份。因为你如果初期刚设定的时候，这个档案其实都很小，大概只有10几 MB 而已。如果你的备份档越变越肥的时候，你就直接跟龙虾讲说，请他排除没有用的档案，然后接下来它就会变小了。那接下来再跟大家推荐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一定要装的一个 skill， 就是跟记忆有关的 skills。不然的话，你跟龙虾每次谈话的时候，他都会想不起之前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要再重复跟他讲他之前自己做过的事情。不过呢，这些 skills 都有些门槛，所以等一下讲的这些东西，你可以先记下来，等到你玩的熟一点之后，你再去做就好。那第一个叫做 LensDB Pro， 那安装方法大家可以看这个影片，我会放在右上角连结。原则上，你只要去申请一个免费的 Gina 的 API， 然后再按照这位大大的教学，叫龙虾自己设定就好。不过呢，这边有个很大的坑，就是你的指令不要照他的讲，而是你要写说，请帮我以绝对路径来安装这个记忆插件，然后再加上 GitHub 的网址。我之前每次装这个外挂出问题都是这边你只要没有讲绝对路径它就会失败。不过其实失败也不会怎么样，你只要跟龙虾讲说为什么失败，你修理一下，它就会修好。只是说麻烦大家只要在下命令的时候加个绝对路径，它就会成功。这个外挂也不错用，不过它对一些比较短期的记忆比较没有那么好。变成说你要龙虾去回想什么事的时候，你要叫跟说你去回想一下，它才会去查资料。最好用的一个记忆外挂叫做 OpenViking， 这个是对岸字节跳动它开源的一个专门给 agent 使用的东西它本来也不是针对 OpenCloud， 只是说给 OpenCloud 用非常好。那其他的 engine 用也不错，它可以自动向量索引短中长期的记忆。不过这个的设定相当的麻烦，而且坑非常的多，还一定都要花钱，再搭配各种 API 才会好用。它的复杂程度甚至我要拍另外一片才能搞定它。所以比较不适合一般人使用如果大家有兴趣有能力，你去研究一下，目前这个记忆外挂是 OpenCloud 最强的记忆外挂，没有之一。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欢迎留言告诉我。那最后就谈到我个人觉得所有龙虾使用者都必须要学到一个技能，就是救援。相信只要有在玩龙虾到一段时间的人，你会常常会听到说他的日常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救龙虾。因为刚刚前面已经讲过嘛，
他很会把自己搞挂，他会自己依照上下文自己去推理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合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一个设定写法。那你如果刚好又放手让他改的话，那 gateway 重启之后他就死掉了。所以刚刚我不是有教大家在 Nginx 的 MD 里面要先加那一段，只是为了避免它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写了，它还是有一定的几率会自己爆冲。所以呢，你还是要学会怎么自救。怎么救呢？龙虾这个档案就是它根目录底下一个叫 opencloud.json 的档案。建议你没事情的时候，像现在如果你的系统正常，或者你刚架设好，你就先把它备份起来，先复制到其他地方备用。这个动作非常基本，但是很多人就忘记做。如果你是使用 Linux 的话，你只要打开 Linux 来这边，然后你按 Ctrl+H， 它就把所有隐藏的目录都显示出来。看这边有个 opencloud， 点进来 opencloud.json， 你要记得先把它复制，然后看你要到哪边贴上。这里就找个地方先存起来就对了。只要你的龙虾改挂了，你就把这个档案直接再贴回去，这样就好。那如果说你最近有做其他设定，建议你这个档案你就要再去备份，或者是说你自己在后缀那边再加个日期。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如果你的龙虾改挂了，你如果不想覆盖或刚好没备份的话，你也可以尝试这样子。我们直接打个 opencloud， 然后 doctor， 然后杠杠 fix。按 Enter， 理论上它就会去修复，它修不完，它会跟你说错在哪里。修不好的话，你没有备份，那就 GG 了。接下来阿达就要教大家一个秘技，如果你真的不幸没有备份，下这个指令也修不好的时候，请大家去下载一个东西叫 Anti-Gravity。我们直接来这里，然后再点右上角下载，或点这个 Linux 也是可以的。那这边有指令，你也可以直接照指令去做。那我们这边我就直接用下指令的方式好了，复制，你就可以开一个新视窗，好，我们就把这个指令贴上，然后输入速度，速度就是最大权限 ，Supervisor， 它只要执行完跳完，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复制第二个，一样复制，然后也是在这里贴上。如果你是用 Mac 或 Windows 的话，就直接下载安装而已，没有什么难度Linux 会比较麻烦一点。好，然后接下来再继续复制，装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执行它，执行 Anti-Gravity。好，那第一次进来的时候要求你登录，跑完之后它会跳一个视窗出来，你就给它按开启。这样子，你的 Anti-Gravity 应该就已经登录完了。那我们这边全部打勾，按下一步，这样就好了。那怎么使用 Anti-Gravity 来自救呢？大家点这个右上角这边，我们直接把它打开，点这个，下面它就会出现一个终端机。然后你在这个终端机这边，我们就可以打一个 opencloud TUI。Enter。这个时候小龙虾出现在这里，这个时候就变成说你的龙虾跟 Anti-Gravity 已经串在一起了。如果说以后坏掉要怎么修理呢？我先跟大家讲我的做法是怎么做。我会来这里，我会去 opencloud 的官网，然后往下找，它有一个官方的文件，有个 document 这个路径。你只要把这个路径丢给他，再到 Anti-Gravity 这边，选择这边输入文字，然后把路径给它贴上，然后送出，它就会读。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你只要是 Google 账号的话，它会有 Gemini 3.1 Pro、Gemini 3 Flash， 也有 Cloud、Sonnet 4.6跟 Cloud 的 Opus 4.6这些高手来帮你修理你的 opencloud。所以你只要遇到有坏掉或怎么样，你只要刚刚我们这个文件路径丢给他，只要跟他说我的 opencloud 现在挂掉了，请帮我修复，
它就会帮你修复，就这么简单。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不是有说，设定完 Ollama 的模型之后，你如果要自己设定模型，以前我们可能会丢给那个 OpenCloud， 跟他说你帮我加一个模型。但是你如果是使用 Ollama 来用的话，小龙虾自己改，很容易把自己改死。你要怎么用呢？你如果说你用 Ollama， 然后想要增加其他第三方的模型的时候，你就直接跟 Antigravity 讲，我想要增加哪一个模型，譬如说我要增加 Gemini 3.1 Pro， 然后 API key 给他，请帮我依照官方的格式加入模型，他就会帮你加进去，而且不会坏掉。如果被改坏掉了，你就说小龙虾刚刚把我的模型列表改坏了，请帮我修复，这样就好。老实说我自己测过，你如果用 Antigravity 的话，几乎没有它修不好的问题，一定修得好。我自己是 AI Pro 的用户所以原则上这阵子坏掉我都懒得自救，我就直接丢给 Antigravity。但是你用了太多的话，譬如说你如果是免费载的话，用太多你就会被限流，这一点要注意。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Google 的会员是最值得买的。原则上这样子应该就不会有任何你遇到修不好的一个 bug 了。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使用心得，就是说龙虾它的确是非常的强悍，那功能也很好用。很多人会跟你说你要去做很多的，比如说分身，或者说其他 engine 来帮你做很多事情，同时做，那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呢，如果刚一开始玩的话，我建议你先用一只龙虾把流程跑通，他自己事情都做得好的时候，没问题再一个一个加，你不要一次加一堆，然后让他做不同的事情，非常容易乱掉，而且又把自己搞挂。这是我自己比较有经验的事情而且你设定一堆人的话，你要给他一堆 API key。我老实说，我为什么玩那么多 Coding Planner， 就是因为我玩很多，我设定许多不同的 engine， 然后每个 engine 都给他不同的一个模型的 API key。你如果不这么做，它马上就会枯到，就没有额度，就停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初学的话，你就一个一个玩，一个一个设定就好。设定完没问题，跑得顺，备份完，你要再增加，那你再增加，我们慢慢玩就好。那本来这一片我还要打算教大家，你们上一片不是有打电话吗？本来要讲，不过我这一个稿子到现在已经6000多个字了，所以这一片我就不讲了。如果这一片的反应好的话，可能会再考虑说要不要再拍下一片，因为光讲电话这个东西，可能都可以拍个半小时的片子，这是它相当麻烦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些内容 ，Scales 的部分还是龙虾，我叫他写给我，他自己分析，他自己觉得目前最好用的 Scales，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真的好用的。那你如果真的会用的话，这个东西的确是能够帮你工作会更加顺利或更加方便。但是你不要想说它会帮你赚钱，帮你抄虚拟币。网络上的确有成功案例，但是那些都是幸存者偏差，更多人是赔钱。那当然也有神人把他的龙虾做成会剪影片会干嘛，那些都是少数那老实说，我也有朋友，他最近就靠了他的龙虾大军，已经开发出一套线上教学工具，而且已经搞到有上市公司要跟他谈合作了，连日本那边都有。那另外现在网络上不是有一大堆的那种 KOL 会写热等的那种文章，跟你讲，它90%的都是 AI， 也是龙虾。那之前大家可能在推上看到说，有一些 KOL 突然之间被人家下个指令就开始学狗叫当女仆，那些也都是龙虾。所以龙虾虽然强大，但是它问题也是很多那一般人你就先慢慢的先解决你生活上会遇到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决。那等到你觉得走了会了，那你再去慢慢的深入去玩它，比如说在开发软体，提醒你事情。最后可能会有人问说，这个东西这么强大，会不会影响到未来大家的工作？我必须老实讲，如果你是个蓝领，譬如说你是做水电的、修东西的，或者是服务业，你必须站柜台的 ，AI 怎么发展都不关你的事，因为机器人很难取代你。但是呢，如果你是坐办公室打电脑，然后你做的事情每天都是很规则性的，那你就要小心 AI 跟龙虾可能会取代你。那以上分享给大家参考，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段教学，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